怀孕7个月，老公的初恋找上门，当着婆婆的面，盛气凌人地对我说：“我也怀孕了，徐凯让我生下来。”我冷哼了一声：“关我屁事！”提了离婚后，我拿回了属于我的全部。徐凯穷追不舍地追了过来，跪下向我道歉：“我错了。”我笑了笑：“道歉没用，你得去坐牢。”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怀孕7个月，我和婆婆在家里休息，就算怀孕她也不肯放过我，一直在唠叨着老的不能再老的育儿经。房门被敲响，婆婆嗑了口瓜子，催促着我去开门，好像是送大米的。楼下超市大米马上到期了，打对折，我买了2袋。我有些无奈，婆婆从老家过来照顾我，省吃俭用一辈子了，为了省钱，连大米都要买放了很久的。有的大米生了虫子，她就把大米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不想再让婆婆给我上课，我只能挺着大肚子走到门口去开门。门外站着的女人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她的头发向后梳起一个高高的马尾，微微挑起杏眼，面带着笑容看着我。我是徐凯的初恋，高希柔。有什么事？我皱了皱眉，对于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记忆深刻。我不止一次地在徐凯的社交软件上看到过这个女人的名字。明知道对方来的不怀好意，我也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她，并没有让她进屋。躺在沙发上的婆婆听到了高希柔的声音，连忙扔掉了手里的瓜子，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哟，高丫头来了，快进来。婆婆有意地推了我一下，让我离开门口，给高希柔留个进门的位置。我从来没在婆婆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笑容。阿姨好，高希柔礼貌地打着招呼，进屋就坐在了沙发上，像是女主人一般，高傲地看着我。婆婆用拖鞋踢了踢一地的瓜子皮，转过身又习惯性地催促着我，把瓜子皮扫一扫。婆婆要面子，我不能在外人面前让她难堪，只能拿着扫把清理着她吐了一地的瓜子皮。坐在沙发上的高希柔看了看我，转过身握住了婆婆的手。其实我这一次来，是有一件事想告诉阿姨。我握着扫把的手顿了顿，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抬起头的一瞬间，正好对上了高希柔的那双眼睛。我怀孕3个月了，是徐凯的。他说让我生下来。我震惊地看着高希柔，手里的扫把在这一瞬间掉落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吓了婆婆一跳。她皱着眉，回头还在埋怨我：“你做什么？一个扫把都拿不住。”阿姨，你别说林小姐了。高希柔的笑里藏着刀，一字一顿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脏。都说男人在女人怀孕期间最容易出轨。想起之前面对朋友的提醒，我信誓旦旦说徐凯不是那样的人，真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高希柔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视线最后落在了一旁的婚纱照上。她带有挑衅意味地拿起婚纱照，对我晃了一晃：“徐凯他不敢回来跟你们说，他已经在外面给我买了一栋别墅，我们就住在那里，不会回来抢你们住的地方，这点你放心。”他哪来的钱买别墅？坐在沙发上的婆婆先是一惊，她厌恶地看我了一眼，又转过头笑容满面地看向高希柔，好像高希柔才是他儿子明媒正娶娶进门的儿媳妇，而我才是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他儿子的情人上门来挑衅，婆婆竟然还对他笑脸相迎。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竟然让婆婆这样讨厌针对。生孩子的钱我自己花，买房子的钱是我的，日常开销花的也是我的钱，
就连徐凯也是在和我结婚之后，用我的钱开了个服装厂。平日里对待婆婆，我也是嘘寒问暖，忍气吞声，竟换来她的这般对待。有了婆婆的支持，来挑衅我的高希柔更有了底气。她笑着放下了照片：“阿姨，你可能不知道，徐凯的公司新接了一笔订单，赚了不少呢。他可厉害了，什么都会。”高希柔的夸赞让一向疼爱儿子的婆婆合不拢嘴。她随手抓了一把瓜子，又开始磕了起来：“我们家小凯真有本事。”目的达到了，高希柔得意洋洋地笑了笑，拿着包走到了门口。对了，林小姐，晚上做饭就别带徐凯的份了，他要带我去吃法餐，预定了2个月，好不容易才有位置。他的话音刚落，放在门口的手机就亮起了屏幕。我走过去拿起手机，是徐凯发来的消息：“老婆，晚上有个大订单要谈，别等我了，乖乖睡觉。”这一条看似普通的消息，再配合着高希柔的话，真是充满了讽刺。婆婆送走了高希柔，我转身回到了房间，泪水在关上房门的一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和徐凯恋爱了7年，因为徐凯一直找不到工作，我把外公留给我的钱拿了出来，开了一家服装厂。而徐凯的经验不足，我只能辞了工作，和徐凯一起经营着这家服装厂。婆婆为了让徐凯一个人负责服装厂，每天都在说：“女人哪会赚钱，在家洗衣服做饭就够了。”怀孕后的孕期反应加重，我只能在家休息，渐渐把服装厂全部交给了徐凯，成了家庭主妇，一心一意地照顾孩子，照顾好这个家。现在他竟然用赚到的钱，我们的共同财产，给情人买了别墅，想想真是讽刺。我踉跄地退了几步，靠在墙上的一瞬间，忽然记起在结婚那天，婆婆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说，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因为我家里的条件好，徐凯可以少奋斗几年，她才勉强同意的。在一旁的徐凯还在替他妈妈解释，他说：“妈妈不喜欢的是姐夫。”我闭着眼睛，房门被婆婆打开，她上下打量了我，语气有些不耐烦：“去做饭。”“我不吃了，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做吧。”我摸着自己已经7个月的肚子，第一次拒绝了婆婆。那一天，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那些脏话脏了我的耳朵，却脏不了我的心。我整理着衣柜里的衣服，把它们一股脑地塞进了行李箱。还没装满，我又把它们放回了衣柜里。我不停地让自己静下来，用理智去解决问题。现在徐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就算不计较钱是我出的，这些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把全部拱手让人，让高希柔达到她的目的。冷静下来后，我把所有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去高希柔口中的那个法国餐厅看看。毕竟离婚的时候，想要徐凯净身出户，手里总要有些证据。我正换着衣服，婆婆依旧没有敲门的习惯，直接推开门走了进来。我知道你别扭什么，男人在外面有情人是很正常的事，证明他有魅力。我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坐在床边看着他。那公公呢？有这个魅力吗？婆婆气急败坏地踢了一下床边，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好心劝你。我笑了笑，继续起身整理着身上的衣服。他都忍受不了公公外面有女人，又怎么会想来劝我要大度呢？见到我没有要离开的打算，婆婆才离开了我的房间。徐凯不敢夜不归宿，不管多晚，他都会回来。今天的他一如既往地在凌晨1点回了家。刚刚走进房间，我就闻到了他一身的酒气。
她穿着一身西装躺在我的身边，双手环抱着我的腰，好像并不知道高希柔来过。老婆，宝宝有没有踢你呀？我紧紧地闭着眼睛，装作已经睡着的模样。她的靠近让我感觉到恶心。见到我睡着没有反应，徐凯的胆子更大了。他拿起手机，甚至用语音回着高希柔的消息：今天你穿的衣服很好看，让我移不开眼。我捏紧了在被子里的拳头，用力地咬着牙。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现在却让我恶心到想吐。回复了高希柔，徐凯心满意足地解开领带，走进了浴室。平日里时刻拿着手机的男人，在我睡着之后也放松了警惕，把手机随意地扔在了柜子上。我睁开了眼睛，听到了水流声之后，从床上坐了起来，走到了柜子旁。徐凯的手机屏幕还没来得及锁屏，高希柔的消息一条一条地发了进来。我们的宝宝很健康，林晴可以给你生孩子，我也可以，甚至会比他生的还要多。别忘了告诉林晴你明天要出差，说的陪我，不能食言。我想你了，你们离婚，娶我吧。高希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模样，这样的女人，我完全不能把她和来家里挑衅我的高希柔联想在一起。我向上翻着他们的聊天记录，一条又一条露骨的话语，还有一些高希柔特意为徐凯准备的视频、照片。这些聊天记录只让我感觉到恶心。为了留下证据，我颤抖着手用手机录下了这些恶心的聊天内容。手机屏幕忽然暗了下来，上了锁。我抿了抿嘴，在屏幕上输入了密码。显示错误的那一刻，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整个人仿佛被凉水浇透了一般，心凉得彻底。徐凯把手机密码换了，不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徐凯从浴室出来后，我正坐在床边喝着水。见到我的一瞬间，徐凯明显有些慌张。老婆，你怎么醒了？我吵到你了？他是善于伪装的，但是他飘忽不定的眼神还是把他出卖了。我揉了揉太阳穴，声音也有些疲惫，有些口渴，就起来喝了点水。徐凯刻意地坐在我旁边，挡住了我看着手机的视线。他伸出手揽着我的肩膀，在我的脸颊轻轻地落下了一个吻。辛苦了，等孩子出生了，你就不会这么累了。我咬了下牙，勉强地挤出一抹笑意。你的手机响了几声，快去看看吧，别是服装厂的事。徐凯表情僵硬地站起身，走向手机时，还在下意识地摸着脖子。没关系，服装厂最近生意挺好的，明天还要去隔壁市出差，恐怕要2天才能回来。我点了点头。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些关于说谎的微表情，抿嘴，眼神飘忽不定，摸脖子，这些都是说谎时不自信的表现。偏偏徐凯全都占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嘴角轻微地勾起一抹弧度。我坐在床边，就这样看着他在我面前和高希柔调情。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把手机抢过来，直接揭穿他的背叛，是不是更痛快？可我还是选择隐忍。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现在揭穿他和他吵架离婚，一无所有的是我，最高兴的一定是高希柔。见我许久没有说话，徐凯再次走向我，温柔地摸了摸我的额头，早点睡。婆婆是聪明的，对于高希柔的事，在徐凯面前是绝口不提，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对我也没有半点愧疚，依旧是要我做饭，依旧是要我刷碗。这一次我都拒绝了。我出去一趟，换好了衣服，我对着厨房里正在刷碗的婆婆报告着我的行踪。她警惕地看了一眼我的手，
见我什么都没拿，才放松警惕。我缓缓地关上门，插上了耳机，走到了安全出口。没过2分钟，婆婆那尖锐的声音就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小凯，你这找的是什么老婆？才怀孕7个月就不做饭不刷碗了，还要我这个婆婆去伺候她？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怀着你还去种地做饭呢。”我冷冷地哼了一声。对于婆婆挑拨离间的套路，早已经了如指掌。我听不清徐凯说什么，安静了半分钟后，婆婆才再次开口：“你好好照顾高丫头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林晴这边不用担心，大不了等她生下来孩子就和她离婚，男孩我们留下，女孩就让她带走。对，反正她的所有财产全部都有你的一半，我们不亏。”我挂断了和 iPad 的语音通话，将耳机折叠好放回了包里。原来婆婆和徐凯都已经计划好了我的去留，甚至连孩子的性别都有了计划。我和徐凯走到今天，和婆婆脱不了干系。她不止一次地在徐凯面前挑我的毛病，听得久了，连徐凯都信我是婆婆口中的人。既然婆婆这么通情达理，我也想准备一份礼物送给婆婆。我打车来到了河边。公公喜欢钓鱼，每天一早就出门了，有时候也是很晚才回来。刚到这儿的时候，他钓鱼的时间还很正常，后来越来越晚，甚至夜不归宿。我猜出了几分，没想到真的在这儿看到了公公。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公公还是没有动，我才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起身刚要离开，从一旁的帐篷里走出来一个女人。女人看起来比婆婆年轻不少，穿着一条长裙，径直地走向公公，靠在他的后背上。2个人亲昵地互相亲了一口对方。我拿出手机抓拍到了这一幕。看着公公和女人亲密接触，我嘲讽地哼了一声。不知道见到这样的照片，婆婆是否还能劝自己要大度呢？8，我买了一张新的电话卡，将这张照片发给了婆婆、徐凯，还有徐凯的亲姐姐。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也给自己发了一份，随后将电话卡拿出来，藏进了包里。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很怕错过婆婆上演的好戏。打开门，一股凉意就将我包围。平日里舍不得开空调的婆婆，竟然把空调打开了。我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婆婆，又看了一眼坐在一旁气得不停深呼吸的许巍。许巍白了我一眼：“林晴，你瞧瞧你给妈气的，让你做个饭怎么了？你眼里还有没有老人？”我抿了一下嘴唇，向前走了一步，把手机递给了许巍：“姐，我收到了这条消息，急忙就赶回来了。”我的话让躺在沙发上的婆婆瞬间坐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我，起身拿起我的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你是想看我的笑话？”我的话让躺在沙发上的婆婆瞬间坐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我，起身拿起我的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你是想看我的笑话？”我的手机屏幕出现了几条裂纹，我皱了皱眉。如果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婆婆，我一定和她拼个你死我活。妈，遇到问题应该解决问题，男人在外面有情人是很正常的事。我学着婆婆的语气，刻意压低了声音劝说着。许巍听后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不顾已经怀孕的我，用力地推了我一下，抬起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巴掌打在我的脸上，他的嘴里还在念叨着：“滚，你给我滚！”我踉跄了几下，最后靠在墙壁上。站稳了后，我缓缓地走过去，瞪着许巍，结结实实地还了他一巴掌。这是我家，该滚的人是我吗？没有想到我会还手，许巍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门外传来了指纹锁开锁的声音，徐凯皱着眉头走了进来。吵什么？还觉得不够丢人吗？我低着头冷冷地笑了下。如果觉得丢人，一开始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不再是忍气吞声的我，彻底激怒了婆婆和许巍。见到徐凯回来，他们也有了底气。而许巍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原地跺了跺脚，声音也提高了不少：“是你的老婆欺负妈妈，你不管，我帮你管。”这么多年，婆婆和许巍在我和徐凯面前演的戏够多了。我一直不说话，是不想这个家因为他们散了。可这不代表我好欺负。我向前走了一步，一只手扶着肚子，露出了痛苦又委屈的表情。徐凯，平日里你也看到了，我怎么敢欺负妈？是我收到了你爸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想要安慰一下他，我没有别的意思。徐凯拍了拍我的手背，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怒意。你先回房间休息。好，你们好好说，别吵架。我点了点头，扶着肚子走进了房间。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客厅就传出来婆婆的声音。她撕心裂肺地骂着公公，又为了泄气，使劲地砸着客厅里的东西。我平静地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此时此刻的婆婆已经不是昨天劝我大度的那个女人。在丈夫出轨背叛的时候，哪个女人能大度？就算不离婚，这种背叛也是在心里一辈子的阴影。婆婆的吵闹让徐凯彻底烦了心。我打开门缝，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徐凯始终在皱着眉头，他的手指不停地在手机上敲着，有些不耐烦地回复着消息，最后烦躁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起身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坐回了床上，看到徐凯进来时，连忙站了起来。妈，他怎么样？徐凯并不在意自己父母的事，搂着我坐回了床上。在我看来，他烦躁的并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开口和我说出差的事。他揽过我的肩膀，亲吻了一下我的脸颊，吞吞吐吐地说着：“老婆，我是定好要今天出差的，去吧，家里有我呢。”我扬起一抹笑意，打断了徐凯的话。徐凯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痛快地答应他，站了起来，一时间不知是该笑还是应该有别的表情。我在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中送走了徐凯，转身回到房间，拿着包走了出来。妈，我去买菜。我打着一辆车，终于追上了徐凯，他很着急地直奔目的地，路上甚至不惜闯了2个红灯。徐凯给高希柔买的别墅是封闭式的，外人和外面的车辆不允许进入。我就这样被拦在了外面，看着徐凯的车在这里自由出入。没过多久，徐凯的车就从别墅里出来了，只不过和进去时不同，副驾驶多了一个女人。坐在副驾驶的女人不是高希柔。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一再确认副驾驶里的女人。高希柔是长头发，坐在副驾驶的女人却是短头发。我自嘲地笑了笑。睡在我枕边的男人，身边的女人却不止一个。我打车始终跟随在徐凯的后面，直到进入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短发女人看起来很年轻，下了车就挽着徐凯的手臂，一起上了电梯。徐凯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受伤的母亲，一直和身边的女人说笑，2个人亲密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我坐了另一个电梯，跟在徐凯的身后，在他和女人露脸的时候，快速地拍下照片。徐凯很大方，他带着短发女人走进了一家又一家的奢侈品店，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拿着我的钱去哄女人，我躲在角落里死死地攥着拳头，恨不得冲上前去撕开这个男人虚伪的面具。
我靠在墙上，一只手轻抚着腹部。从怀孕到现在，徐凯没有陪我去过一次医院做检查。每次让他陪我去，他都推脱说服装厂忙。可现在他却有时间陪别的女人逛街。我从口袋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卡，换到手机卡后，将拍下的照片和地址发给了高希柔。为了不和徐凯平分家产，我现在只能忍着这股怒意。可我又不想看到徐凯太过自在，那就让在家里傻傻等待徐凯的高希柔来帮我出这口恶气吧。徐凯回家的时候一直在躲避着我。为了不让徐凯怀疑，我躺在床上假意睡着。看到我睡着了，徐凯才放心地躺在了床上。听到了徐凯的呼吸声，我才缓缓转过身。看到他脸上的抓伤，我并没有多震惊，反而低着头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第二天的餐桌上气氛格外压抑。公公婆婆吵了一夜，婆婆气不过也只能忍下去。而怀孕7个月的我，却被婆婆呼来喝去的做着家务，饭碗刷完了，把地都擦一擦。那个花盆底下那么脏，你平时都不长眼睛去看看吗？妈，林晴她还怀着孕呢，有什么事你做不了就等我雇保姆好吗？徐凯疲惫地从房间走了出来。他已经换上了一身西装，脸上的抓痕无法遮挡，依旧清晰可见。徐凯的话再一次惹怒了婆婆。我手里拿着抹布，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公公，又看了一眼气得脸上没什么血色的婆婆。这个家已经彻底乱了套，大家各怀心事，再也笑不出来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孕检单放到桌子上。妈，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婆婆似乎不敢确定我说的话，反复看着孕检单。她不识字，就只是在嘴里念叨着，怎么能是女孩呢？看了有一会儿，她相信了我说的话，急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女人，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我们一家人伺候着你，你竟然怀了个女儿！我低着头，脸上却露出了微笑。我断定了婆婆的性格，她知道这个孩子是女孩，离婚的时候一定不会选择要这个孩子。婆婆的声音很大，徐凯烦躁地摔门而出，我顺手拿起了一旁的包，追了出去。徐凯，等等我！看到我跟着出来，徐凯面露难色。我清楚地看见他的表情有些僵硬。林晴，我现在很烦，我要去服装厂，今天的事情比较多。我故作委屈地低着头，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腹部。婆婆知道了这个孩子的性别，今天我是没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了，我就去服装厂待一会儿。徐凯没有再拒绝我，他答应了让我去服装厂。走出电梯的时候，我透过反光的电梯门，清楚地看到他在给高希柔回消息。高希柔发了很长的一串消息，徐凯只回了2个字：等等。我明知道今天徐凯一定要去找高希柔解释，在这个时候跟随在他的左右，无非就是在阻拦他和高希柔见面。进到服装厂，徐凯就一头扎进了办公室。我站在门口，透过玻璃窗户看着他在不停地打电话。我冷冷地哼了一声，明知道他的电话是打给谁的。趁着徐凯忙着哄高希柔，无心关注我的存在，我去到了财务部。财务部里的会计已经换了人，打开门的一瞬间，我才发现这个女人就是那日和徐凯一起逛街的女人。女人见到我微微一愣，随后笑着迎了过来：林总。李姐呢？我点了点头，视线落在她的名牌上。她叫郭琪。短发女人始终很淡定。李姐辞职了，现在财务部由我负责。
我打量了一下放着口红和化妆品的办公桌，语气温和了不少。我想看看服装厂最近的销售订单。郭琦眨了眨眼睛，眼里流露出一丝的不安和慌乱。他转过头再看向我时，已经想好了拒绝我的话。不好意思，林总，没有徐总的同意，我这里的东西不能给别人看。这一刻我才知道，徐凯为什么舍得给这个女人花钱。他是想联合这个女人掏空我的服装厂。也是这一刻，我对徐凯的信任已经全面崩塌。我简单和郭琦聊了几句，便离开了财务部。在回徐凯办公室的路上，我换上了电话卡，将郭琦在服装厂工作的事告诉了高希柔。回到办公室，徐凯看见我的一瞬间，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我笑着走了过去，财务部换了个年轻的小姑娘，我还想去找李姐叙叙旧呢。徐凯皱了皱眉，显然没想到我会去财务部。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起身走向我，一只手扶着我的手臂，让我坐在沙发上。李姐年纪大了，总是会出错，她自己选择了离职，我多给了她3个月的工资。徐凯的心思细腻，总是能把我照顾得很好。天热的时候会把空调温度调好，天冷的时候会给我准备好一杯又一杯的热水，连我的喜好都会记得清楚。可现在对于他的体贴，我只觉得恶心。这样的体贴，他给了不止我一个人。和徐凯聊了有一会儿，我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徐凯的手机异常的安静，想必高希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小心地站起身，随便找了个借口，我去附近的商场逛一下。既然已经知道了是女孩，总要买些衣服吧。徐凯并没有阻拦我，而是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张卡递给了我。手握着这张卡，我笑了。他甚至都没有说陪着我去逛一逛，只是催促着我快点去买东西。我答应着徐凯，离开的路上偶遇了一个员工。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让这个陌生的员工帮我这个忙。你们徐总让财务部的郭琦去一趟办公室。看着员工走向财务部，我心满意足地拿着银行卡走出了服装厂。刚打上车，就看见高希柔匆匆而来。时间刚刚好。高希柔见到郭琦和徐凯在办公室里，会不会掀了徐凯的办公桌？我没时间去和高希柔他们争抢徐凯这个渣男。比起抓奸，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离开服装厂后，我并没有去买孩子用的东西。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是我的宝贝。打车来到了李姐家楼下，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号码。林总，听到我的声音，李姐还有些疑惑。李姐，是我林晴，方便出来聊一聊吗？好。听着李姐的声音，我松了一口气。她还愿意见我，就证明她和徐凯之间不会闹得太僵。我不确定李姐是否会帮我，想要拿回服装厂，我只能试一试。再见李姐时，她满头白发，看起来比之前还要憔悴。在咖啡店的包间里，李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林总，是我对不起你。我皱着眉头，对李姐的道歉满是不解。李姐，你这是什么意思？扶起了李姐，她却甩开我的手，坚持地跪在地上，口口声声要得到我的原谅才能起来。看着我迟迟没有说话，李姐缓缓开了口：郭琦是我的女儿，是我把她推进了徐总的办公室。我只是想让她在徐总那里得到一点钱，可我没有想过她会帮着徐总把服装厂的钱瞒着你转移到徐凯的名下呀。我震惊地攥紧了拳头，想不到在服装厂最信任的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主动送到我老公的床上。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妈？我没有对李姐说出原谅的话。她一开始的所作所为，也不配得到我的原谅。走出咖啡店，我久久都这样缓过来，靠在一旁的柱子上。我以为我会很好的处理徐凯出轨这件事，可是一件一件的看清这个男人，逐渐的了解真相，我的心口还是会痛。在李姐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徐凯的私人服装厂，没有任何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他就把我们服装厂的生意转移到这里。等到服装厂的那些家底挥霍一空，他就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的服装厂破产了。而他自己的私人服装厂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只可惜徐凯的动作太慢了，慢到已经被我发现了。他只顾着沉浸在高希柔和郭琪的世界里，全然不顾我对他逐渐消失的信任。回到家里，婆婆躺在沙发上，餐桌上放着刚吃完的碗筷，盘子里什么东西都不剩。婆婆起身瞪了我一眼，将手里没吃完的瓜子用力地扔在了我的身上。徐凯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东西？你爸妈是怎么教育你的？我低着头，看着这一地的瓜子，已经忍无可忍。再次抬起头，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婆婆，您和公公教育得好，教你已婚的儿子出轨。婆婆故意逃避公公出轨的事，她走到餐桌旁，将碗筷推在了一起。你马上就把碗筷刷了，别以为怀孕就可以逃避做家务，怀了个不值钱的东西，还不老老实实的干活。等徐凯回来吧。我把手里的包扔在了沙发上，坐在单人沙发上等着徐凯回家。这样的家庭我受够了，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以后会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婆婆也坐在了一旁，她翘起了二郎腿，一副看我能怎么办的模样。徐凯回来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了，他一副不耐烦的模样，拿了个凳子坐在了我的对面。服装厂的事那么多，家里也不消停，到底什么事快点说。我冷冷地哼了一声，看着徐凯这副嘴脸更加的厌恶。我冷冷地哼了一声，看着徐凯这副嘴脸更加的厌恶。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放在桌子上，我平静地开了口，我们离婚吧，房子归我，服装厂归我，孩子归我。听到我提离婚，婆婆心满意足地抓了把瓜子，她靠在沙发背上，随意地嗑着瓜子，语气平淡的，好像在聊着别人家的事。孩子我们可以不要，房子和服装厂是你们2个人的共同财产，要平分。孩子可以不要。我想象不到婆婆说这句话时的云淡风轻。她不要这个孩子，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说谎告诉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婆婆会不顾一切地和我争抢。只是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我和徐凯离婚。我站起身走了过去，一把打开了她的手，别在我的房子里嗑瓜子，弄脏了我的家。婆婆带着怒意站了起来，拿起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就硬塞进徐凯的怀里，马上和他离婚。孩子我们绝对不会要，你就一个人抚养这个赔钱货长大吧。徐凯抬起头看了一眼我的肚子，在他的眼里，我再也看不到曾经的温柔和爱意。现在的我在他的眼里，就像是用旧了的手机，他不再需要了，甚至有能力去换一个新的，就可以对我弃之不顾。徐凯没有一丝挽留，拿着笔在纸上签下了字，就按照你说的，孩子归你，房子归你，服装厂归你。看到徐凯痛痛快快地签了字，婆婆笑了笑，当初娶你就是为了你手里的那些钱。这个破房子我们也住够了，明天一家人就搬去高希柔的别墅。哦，我稍稍整理了一下离婚协议书，又从包里拿出来别墅的购买合同，还有徐凯和高希柔在一起的照片。
看到这些东西，徐凯微微一愣，表情僵硬地看向我。我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平静地把照片递给徐凯。还有高息柔住的别墅，是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买下来的。按理说应该分你一半，可你是出轨的一方，别墅只能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婆婆气急败坏地走到桌前，用力地撕扯着我拍下的证据。我不慌不忙地看着她耍猴，任由她撕扯着照片。这些证据我没有留下备份，怎么敢拿给婆婆看？徐凯看着我，声音也有些颤抖起来。林晴，听着他叫着我的名字，我更觉得恶心。我拿出录音笔扔在桌子上，里面都是他和郭琪在办公室里做着恶心的事。徐凯慌忙地凑上前去，准备关掉录音笔，可他怎么也关不掉，只能将录音笔扔在地上，想要用力地把它踩碎。看着徐凯崩溃的模样，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的波动。我冷着眼眸，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婆婆已经被我激怒，她眼看着徐凯拥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给回了我，彻底失去了理智。她拽着我的衣领，声音也提高了不少。林晴，那个别墅是我儿子用自己的钱买的，你凭什么要全部拿走？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你凭什么拿走？婆婆之前一直在老家种地，力气也很大，被她推搡的我险着摔倒。她丝毫不顾及我肚子里的孩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她的房子、她的别墅、她的钱。我和徐凯心知肚明，这些东西有哪一个一开始是他们的？为了自保，我只能推开他。阿姨，生男孩女孩已经不重要了，他是我的孩子，以后姓林，和你们许家没有任何关系。婆婆冷哼了一声，赔钱货我们也不要。够了！在一旁的徐凯烦躁地踢了一下茶几，他愤恨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着：原来你早有准备。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准备的还不够早。如果一开始就和你签下婚前财产公证，我也不至于会损失那么多。徐凯咬了咬牙，拿出手机开启了录音功能。好，林晴，你我心知肚明，一开始和你结婚就是为了钱。现在这些东西你都拿走，以后我的东西和你再没有任何关系。我垂下眼眸，看了一眼徐凯的手机屏幕。我忘了说，你的私人服装厂收入很高吧？你别忘了，出轨的一方要净身出户，请你自觉一点，关掉那个服装厂，把钱都打进我的账户。话音落下，我静静地看着徐凯，再也没有移开我的眼睛。我清楚地看着徐凯从自信满满到绝望崩溃。他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站起身，把东西都放回了包里。看着徐凯，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请你和你妈妈明白，出轨后的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整理你们的东西，1个小时后，在这个家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我还没走出房门，婆婆就过来抱住了我，她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开始倚老卖老地祈求我。林晴，我们是一家人啊，你不能让徐凯一无所有啊，他可是你孩子的亲生父亲啊。我握着包带，伸出手拨弄下去婆婆的手。阿姨，这招对我已经不好用了。还有，我忘了告诉你，我和你不是一家人，你和徐凯也不是。婆婆和徐凯被我的话惊住了，他们纷纷看向我，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不慌不忙地换着鞋，和爸爸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才是你的亲妈，而你妈妈的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说完要说的话，我就离开了这个房子。再过1个小时，我就和这里的人告别，开始自己和孩子的新生活。
按下电梯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徐凯已经焦躁地脱下了外套，跪在我的身前：“老婆，我错了，我是被他们勾得迷失了自己，我是爱你的呀。”我用力地吞下徐凯的手，想起他这只手不一定碰过什么恶心的东西，我嫌脏。一无所有的徐凯接受不了自己的落魄，他不停地向我求饶，已经不顾自己的脸面：“老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道歉了，你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呀。”我笑了笑，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走了进去，看着跪在地上的徐凯，我摇了摇头：“徐凯，道歉没用，你得去坐牢。”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